Observation 1. 美国的一家汽车制造厂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而关闭，工厂的工人们发现自己的工作被转移到了墨西哥。这一转移利用了墨西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但导致了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失业率升高。这种工作流失的现象引发了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在受影响的社区中。Observation 2. 英国在决定脱离欧盟后，曾面临自己的自由贸易区问题。脱欧意味着重新评估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关系，这给英国企业和农民带来了不确定性。英国必须与欧盟及其他国家重新洽谈贸易协定，而这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投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Observation 3. 非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非洲国家提供了进入更大市场的机遇，例如肯尼亚的花卉出口商开始进军欧洲市场，业务量显著增长。这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为农民和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这样的增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如何确保贸易增长能够可持续且公平地利益社会的各个阶层。Observation 4. 自由贸易区带动了越南成为亚洲新兴的制造业中心，外国投资者被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吸引，并在当地设立工厂。越南的电子和纺织品出口量飙升，但这种快速增长也引起了对工人权益保护以及环境影响的担忧。Observation 5. 新西兰作为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国，其奶农受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大型奶业公司的竞争压力，这些国家的奶制品因关税减免而以更低的价格进入新西兰市场，当地的小型奶农面临生存挑战。这个问题凸显了自由贸易区在带来贸易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对小型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Observation 6. 在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然而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纠纷却凸显了内部分歧。巴西的糖业受到阿根廷设定的非关税壁垒阻碍，而阿根廷的电子产品在巴西市场上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贸易障碍不仅影响了两国商贸往来，也对整个南方共同市场的稳定提出了挑战。Observation 7. 中东国家，尤其是阿联酋，透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迪拜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全球企业的枢纽，但这种快速的经济扩张也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外籍劳工面临着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同时，这种依赖外籍劳工的模式也引起了关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讨论。Observation 8. 新加坡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功案例，其港口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之一。政府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全球企业来此设立亚洲总部，然而新加坡对外国劳工的依赖也引发了社会和文化的紧张，公民担忧外劳可能影响本土就业机会与社会价值观。Observation 9. 加拿大的乳制品市场长期以来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以保护本土农民。然而，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加拿大被迫开放市场给美国乳制品，这给本土乳农带来了竞争压力。他们担心无法与美国的大规模乳品生产商竞争，这不仅关系到生计问题，也影响着加拿大的乳制品产业未来。View. 在一个愈发紧密的全球经济网络中，自由贸易区这个术语就像是一位无国界的旅行家，提着一个装满商品和希望的行囊，在世界的商路上畅行无阻。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听起来是如此理想化，就像是一群国家间的友好握手，约定在彼此的商店里自由挑选商品，不必担心额外的费用。但这背后是缜密的经济计算和政治权衡，甚至是国家自身利益的让步。那么，为什么会有国家愿意参与这样的政策呢？国家之所以选择加入自由贸易区，通常是出于促进贸易、加速经济增长的考量。理论上，自由贸易可以扩大市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使得参与国家的经济体更为繁荣。
然而，这样的政策并不是没有代价，它可能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某些行业可能面临国际竞争压力而不得不进行转型或是退出市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NAFTA 旨在消除三国间的贸易障碍，但它在实施过程中也引发了对就业流失和产业冲击的担忧。然而，长远来看，自由贸易区往往能够带来更丰富的商品选择和更优惠的价格，给消费者带来福音。故事化地说，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特的商店，那么加入自由贸易区，就好比是这些商店之间敞开了大门，允许顾客自由进出，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不需担心结账时会有额外的关税费用。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某些顾客及本国企业可能会担心新来的外国商品会分走他们的生意，但同时也正是这种竞争激励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由贸易区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兴起，许多国家就开始寻求通过减少贸易壁垒来扩展市场。然而，那时的自由贸易往往是由强国强加于弱国，而今天的自由贸易区更注重的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和互利共赢。现代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 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基于国家之间深思熟虑的决策。这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不仅仅是贸易协议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对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诸多方面的共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往往是在全球或区域经济面临挑战时的一种应对措施。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寻求通过建立或扩大自由贸易区来恢复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区的另一个效应是，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战略，以经济整合来促进地区稳定和政治合作。但自由贸易区并非万能钥匙，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区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损害环境，甚至可能导致某些产业的衰落。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在享受自由贸易的红利时，也要寻找平衡，确保所有参与方都能从中获益。回到我们的故事，当这些国家的商店开放大门，让商品自由流动，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信任彼此，协调政策，共同应对挑战。就像一个团队合作的游戏，每个参与者都要在规则内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以确保整个游戏能够顺利进行。那么，自由贸易区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它不仅是关于经济和商品的交换，更是关于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找到合作与共赢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关于勇敢开放和谨慎决策的故事，一个关于如何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拥抱全球机遇的故事。最终，自由贸易区如同一场大型的国际交响乐，每个国家既是独奏者，也是合奏团的一部分，共同演绎着全球经济的和谐与繁荣。在谈论自由贸易区的政策之前，我们不妨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智利。20世纪90年代初，智利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其经济高度依赖铜矿等初级产品出口，市场规模有限，国内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智利政府深知，只有打破国门，才能激发经济活力。智利的自由贸易策略是逐步且系统的。首先，它降低了对外国产品的关税，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成本，刺激了国内市场的多样性和竞争。然后，智利开始与其他国家谈判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1996年，智利加入了南美洲共同市场 Mercosur 作为准会员，随后与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智利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关税的降低使得消费品的价格下降，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其次，国外的直接投资增加，带来了资本与技术，促进了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此外，
智利的产品开始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和葡萄酒出口量大幅增加，智利也因此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葡萄酒出口国。智利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其政府在推动自由贸易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对受影响行业和群体的支持与培训。这些举措确保了经济转型的平稳过渡，使得智利能够在全球经济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智利的案例向世界展示了自由贸易区政策的潜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智利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也为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这一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显示了通过开放市场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增长的可能路径。Analyze. 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 是一种经济区域，区内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这一概念的实施对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自由贸易区能够扩大市场，增加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有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规模经济的实现。企业可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消费者得益于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产品选择。长远来看，这有助于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的创造和消费者福祉的提升。对普通人来说，除了消费品选择的多样化和价格的相对下降，还可能因为企业的发展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弊端则在于，自由贸易区可能导致成员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某些国内产业造成打击。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可能会因为外国竞争者的加入而受损，造成失业和社会不安。此外，不同国家的环境和劳工标准差异可能导致竞争到底的情况，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普通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在某些行业中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对环境和社会标准的潜在担忧。总的来说，自由贸易区对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带来了挑战。政策制定者需要仔细权衡其利弊，设计合理的补偿和调整机制，以确保自由贸易的红利能够更加公平地惠及所有人。